克宮終於裝不下去了。普京的頭號傳聲筒佩斯科夫在鏡頭面前公開承認，這幾年下來早就沒有什麼特別軍事行動了，這場仗就是俄烏之間的全面戰爭。曾經的俄羅斯一遍又一遍地強調，誰說這是戰爭的？哪有什麼戰爭？明明就是小規模軍事摩擦。誰敢說戰爭這兩個字，那你就是在散布假消息，最高能判15年。然而到了現在，克宮顧不上自己立下的規矩，親手撕下了這層遮羞布。為什麼？因為真的演不下去了呀，家人們。他們幻想的特別軍事行動是閃擊基輔，然後一舉拿下烏克蘭。然而打了4年多，這個幻想早就被現實秒成了渣。克宮口中的特別軍事行動，已經快被俄軍打成了特別失敗行動。先說一個地方，康斯坦丁諾夫卡，這是最近的焦點。俄羅斯國防部大張旗鼓地向普京匯報：老大快看，我們已經成功拿下了康斯坦丁諾夫卡。普京被糊弄得樂慘了，一個劲強調拿下這座城市意義重大。緊跟着就被各方輪流打臉，烏軍接連放出聲明和各種視頻，證明烏軍在城內的存在。ISW 和 Deep State 都快把地圖翻爛了，也沒在康斯坦丁諾夫卡看到俄軍的陣地，總不能拿滲透區當作控制区吧？澤連斯基更直接，他索性對普京喊話：“你不是說已經佔領了康斯坦丁諾夫卡嗎？那行，乾脆我們兩個在這裡見一面吧，好好談談結束戰爭的事。之前提議去第三國談判，你不樂意，那按你們的說法，現在康斯坦丁諾夫卡歸你們。”在你們的地盤上談，那你沒什麼好說的了吧？結果一通喊話，普京只有沉默，只能派佩斯科夫出來喊一句：“要談就來莫斯科。”這一串操作下來，只要敏銳一點，都能察覺到俄羅斯戰報的水分。別看他們天天宣傳滿天飛，今天解放了這個村，明天控制了那個鎮，配合各種插旗視頻，看着好像俄軍一路勢如破竹，高歌猛進，似乎要不了多久就能拿下烏克蘭。然而事實的真相是，這些视頻很多是 AI 生成的。還有俄軍的流水線作品，現在的俄軍都快成視頻拍攝團隊了，2-3個兵摸到一個地盤，緊接着就是插旗、拍照、錄視頻一條龍，放到網上又是一場勝利。地圖上這個地方就是已佔領，哪怕下一秒就被打回去了，也不妨礙他們自欺欺人。我們贏了，這哪裡還是打仗，分明是做 PPT 呢。可惜俄羅斯一直都有一個特點，他們擅長吹牛畫 PPT， 然而一到現實就丟人了。CSIS 在7月初發布了一份報告，結果簡直把人給整笑了。俄軍天天喊着拿下康斯坦丁諾夫卡，實際上在這個區域每天只能推進大約50米，紅軍村差不多70米，斯洛維揚斯克附近90米。在過去1個世紀以來的所有戰爭裡，這個速度都排得上號，爭倒數第一那種。更可笑的是，俄軍不僅推不動，還在往回縮。CSIS 的數據顯示，在4月和5月的時候，俄軍丟掉的領土比佔領的還多，净損失大約400平方公里。進攻方打到净丟領土，誰看了不笑啊？真正要命的還不是丟人，而是死人。CSIS 給俄羅斯算了一筆總賬，從開打到2026年6月，俄軍總傷亡大約140萬人，其中陣亡人數在40到45萬之間，是2戰後蘇聯及俄羅斯歷次戰爭陣亡總和的9倍之多。雙方的傷亡比更是離譜，在大部分時間裡，俄烏傷亡比是2比1到3比1，到2026年上半年，這個數字飆升到了接近8比1，8個俄羅斯人才能換1個烏克蘭人。面對如此血腥的戰場，克宮再怎麼裝聋作啞也坐不住了，他們必須要對民眾有一個交代。所以在接受瑞士世界周刊採訪的時候，佩斯科夫又把鍋扔到了梅姨頭上，都是因為你們給烏克蘭送武器送情報，所以我們的特別軍事行動才變成了一場全面戰爭。听听多會甩鍋，明明是自己打不動了，非要說是對面太強了，把我輸了說成對手太厲害，這套話術在克宮真是祖傳的。當然，這套話術最重要的目的可不是甩鍋，而是讓俄羅斯人乃至全世界認識到一件事：俄羅斯正處於戰爭之中。打仗這種事，俄羅斯祖傳的招數就一個：堆人。在俄羅斯的思維裡，人命永遠都比不上土地，武器可以落後，戰術可以粗糙，但只要人夠多，拿命填也能填出一條路來。無論是2戰還是後面的阿富汗戰爭、车臣戰爭，俄羅斯仗着龐大的人口基數肆無忌憚。但烏克蘭這一仗不一樣， CSIS 的數据在這裡擺着。2026年上半年，俄軍月均傷亡超過3萬人，但每個月能招進來的合同兵滿打滿算2萬7，一個月淨虧好幾千。這還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國家掏錢請人上戰場，以前都是不管3七21直接抓，結果錢都掏了，人還是不夠。眼看着人力優勢漸漸消失，俄軍馬上就要瘸腿了，俄羅斯能用的招都用上了。比如在7月12日，俄羅斯獨立電視台雨電视曝光了一份文件，
標題叫2026年合同兵選拔計劃。布里亞特共和國的莫伊斯克地區給每個企業下指標，必須送多少人去前線，送不齊那就交錢買人頭，一個人頭10萬盧布。其他地區一度漲到45萬，這還算比較溫和的玩法。還有更粗暴的，6月的時候，本薩上演了一場街頭圍捕大戲，交通警察、蒙面人、政變辦的人一起上，攔車、攔公交、攔人，抓到人就帶走，然後就是簽軍事合同。他們不光抓自己人，還盯上了摩爾多瓦。摩爾多瓦外交部發了旅行警告，18到60歲的年輕公民不要去俄羅斯，也不要去白俄羅斯，因為許多摩爾多瓦人在俄羅斯邊境被抓，那些拿着新護照的、一個人旅行的、有双重国籍的、去過烏克蘭的被重點關照，一扣就是3到12個小時，查手機、查電腦、考數據、取指紋，甚至還要求配合測謊儀。待着待着，軍事合同就派到面前了，想出去行，簽合同吧。但这些手段能抓多少人呢？欠債的抓完了嗎？有案底的抓完了嗎？企業裡能擠出來的人擠完了嗎？歸根結底，抓只能暫時填一下數，填不了長期缺口。要讓更多人上戰場，就必須讓所有人相信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，所以絕對不能再說是特別軍事行動了。畢竟一個有限軍事行動，憑什麼叫全民去送死？如果要把所有人都捲進來，那就只能改口，這就是全面戰爭。一旦全面戰爭被全社會接受，徵兵的邏輯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俄羅斯再也不用搞偷偷摸摸那一套，再也不用簽什麼合同了，直接抓，直接送，禁止出境。誰敢跑，那就是叛國；誰不服從，那就軍法處置。問就是國家危難當頭，你必須上。事實上，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古魯廖夫早在6月初就還說了，軍政領導層已經基本做出了決定，秋季搞一場大規模動員。古魯廖夫就是統一俄羅斯黨出身，以前還是國防與安全委員會的成員，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話，含金量如何不用多說。至於具體時間點，很有可能就是10月，因為9月18到20日是国家杜馬選舉的日子，在此之前無論如何也不能動，萬一刺激到選民，選票沒了，那就真的完蛋了。所以科工必須先把選舉糊弄過去，然後再說動員的事兒，到時候怎麼操作都好說。問題是，一切真的會如科工所願嗎？動員的代價，科工扛得住嗎？我們先算一筆經濟賬，俄羅斯打仗花的錢早就超出了他們的預期。2026年的預算裡，俄羅斯原本給國防撥了12.9萬億盧布，結果上半年剛過完，財政赤字已經幹到了近6萬億盧布，比起全年目標超出了近60%，債務也在瘋漲，國內公共債務已經飆升到了32.4萬億盧布。俄央行和財政部的官員恨不得抱着普京大腿喊：“老大，別打了，再打下去真的撐不住了。就算要打，能不能砍一砍軍費呀？”誰知道普京大手一揮，砍什麼都行，就是不能砍軍費。不僅不能砍，還得想想辦法，看看能不能繼續往上加40%。按照科工的規劃，整個國防和國家安全體系最終可能要拿到21.8萬億盧布，佔了國家預算將近一半。但這錢從哪裡來？2026年以來，烏克蘭對俄羅斯煉油廠的打擊持續升級，煉油產能同比下降了13.5%，上半年油氣收入同比減少23%，降至3.6万億盧布。重重壓力之下，科工喪心病狂地盯上了俄羅斯人的銀行賬戶。共產黨領導人久加諾夫公開建議，動用公民和企業存在銀行賬戶裡的錢，這筆錢大概130萬億盧布。所以他呼籲普京趕緊來一張總統令，把這些錢也動員了吧。就這樣的情況，俄羅斯哪裡來的錢去養兵？就算俄羅斯不顧一切，管他有錢沒錢，俄羅斯人就是得進軍隊，但他們還要考慮一件事，把人都弄到軍隊裡，其他地方怎麼办？俄羅斯正面臨史上最嚴重的勞動力短缺，國防工廠和民用企業一直在搶人，再動員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，從哪裡抽？只能繼續從民用經濟裡抽。然而民用經濟本來就不好過，蓋洛普在7月初發布了一份民調，60%的俄羅斯人認為本地經濟正在惡化，56%的人說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，經濟信心跌到了至少20年來的最低點。這時候宣布動員，把人從生產線上拽下來扔到戰壕裡，軍工產能誰來維持？後勤誰來保障？俄羅斯還要不要以後了？而在俄羅斯人心裡，動員雖然還沒來，但是炸藥桶已經點着了。6月，烏克蘭對莫斯科發动了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無人機襲擊之後，全俄境內反戰討論在1周內激增235%。社交媒體上的人都在問，為什麼我要因為這個受苦？動員相關的討論暴漲到537%。一份民調也顯示，73%的俄羅斯人反對新一輪動員，81%的人希望戰爭明天就結束
58%的人說普京2026年的頭等大事應該是結束戰爭，改善經濟狀況。普京要是真在10月宣布動員，俄羅斯人會是什麼狀態？2022年士气最高的時候，普京搞了一次動員，還讓幾十萬人不顧一切逃離俄羅斯。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爆發街頭抗議。現在戰場局勢不好看，還想拉人上战场前線，再來一輪動員，俄羅斯人会老老實實待着嗎？最值得思考的是，就算真的動員了，把人都送到戰场上，俄羅斯就能挽回局面吗？俄軍一天不解決烏克蘭的无人机問題，戰場就不會出現什麼實質性改善，因為烏克蘭已經把前線變成了無人機的天堂，只要他們願意，想飛哪裡就飛哪裡，俄軍士兵露頭就被秒。這時候往前線瘋狂送人，也只能是給烏克蘭士兵送戰績、送獎金。所以俄羅斯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死結，两條路，哪一條路都通往死路。選动員，經濟崩得更快，社會炸得更狠，前線多了一堆20分鐘就倒下的屍體。選不動員，前線的窟窿只會越來越大，恐怕連日軍50米的推進速度都維持不住。無論怎麼選，答案都只有一個：普京沒有好出路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大家覺得俄羅斯會進行新一輪動員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，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